击毁俄4500万美元防空系统，俄9摩步团突围产权奸，重创俄能源命脉，克里米亚大桥再遭袭，乌 F-16装备升级，50亿俄资产要没，川普突抛援乌重锤，导弹直指克里姆林宫，乌克兰奇迹，安124重返蓝天，俄罗斯气炸，法国加速扩军计划，欧洲防线悄然重构，伊朗机场3天2爆炸，以色列斩首力度升级，续以首次密谈引爆中东新局势。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日前，乌克兰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设备进行打击，在乌东战场，乌军黑森林旅击毁了一套价值达4500万美元的俄制 Buk M3 三毛举防空系统，无人机精准锁定后投弹引爆，导致系统发射器完全摧毁，目标区域浓烟滚滚，爆炸声持续不断。值得关注的是，在整个东部战线，目前俄军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只有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在其他12个主战场及2个边境战线均占据优势，目前正在调集资源，全力扭转波克罗夫斯克战区的不利局势。为了应对俄军人海式进攻，乌克兰正对战争策略进行重大调整。6月29日，泽连斯基宣布启动退出渥太华禁雷公约的程序，这项条约主要禁止使用反步兵地雷，而俄罗斯从未加入。乌克兰此举将赋予其在前线大规模部署反步兵地雷的合法性。据了解，美国此前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00万枚 PMFI、Adam 等型号的地雷，乌克兰自制的塑胶高爆地雷也超过200万枚，这些单价仅8至30美元的死亡种子，却足以让整支步兵分队瞬间失去战斗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新部署的雷区于昨日首次投入实战，其对俄军第41集团军旗下疯狗旅造成重大打击。当该旅一个步兵营试图向突出部以西乌军阵地发起冲锋时，意外进入布雷区，跳雷、定向雷连续爆炸，阵型瞬间混乱，慌乱的士兵引爆更多地雷，最终超过300人中仅17人成功撤回。目前俄军推进已被迫终止，排雷部队根本无法跟上乌军布雷节奏，新开辟的通道数小时内就被无人机投雷和火箭布雷器重新封锁。一些俄军基层指挥官甚至下令新兵用身体排雷，这一行为被乌方无人机拍下并上传至网络，引发国际舆论哗然。另外，苏梅方向的战事尤为引人关注。据俄方军事博主披露，俄军第30摩托化步兵团在苏梅州金德拉季夫卡被乌军合围，目前只能靠无人机空投维持基本补给。俄方曾派出精锐的第9摩步团试图突围，甚至使用摩托车尝试强行冲出包围圈，但行动以失败告终，伤亡惨重。从战场地图来看，乌军已在金德拉季夫卡形成完整合围圈。乌克兰特种部队第6旅发布的战斗视频显示，他们在苏梅地区展开了猛烈打击，并成功俘虏多名俄军士兵。俄军在苏梅方向的攻势显著减弱，然而其南线兵力正在向扎波罗热集结。据乌情报部门估算，俄军兵力规模已达70万人，较5月增长6万，显示战争强度正在升级。还有消息指出，7月14日，关于俄乌前线战况的多条报道出现混乱，部分简体中文媒体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战报声称，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州的梅尔涅和尼古拉耶夫州首府尼古拉耶夫市。然而，这些说法经查证后被证实完全不实，甚至出现明显地理常识错误。首先，梅尔涅只是卢甘斯克州的一个小镇，早在1个月前，俄方就曾自称控制卢甘斯克州全境。如今再报占领梅尔涅，前后自相矛盾。
而声称攻克乌兰的尼古拉耶夫市更是荒谬至极。该市距离当前俄控区仍有上万平方公里之遥，根本没有任何俄军出现在这一地区的迹象。如此捷报漏洞百出，不禁让人怀疑是否出自地理盲临时工之手，而真实的战场形势却对俄军愈发不利。防务快报与多家俄罗斯军事媒体披露，俄军在苏梅边境的金德拉基夫卡村陷入困境，该村由俄第30摩步团驻守，已被乌军围困1周，只能依赖空投补给。7月13日，俄第9摩步团试图突围解救，但行动再次失败，损失惨重，80余名俄军官兵阵亡。在前沿科技应用方面，乌克兰也取得了震撼性的进展。乌军总参谋部近日证实，在前线实战中首次实现机器人受降，俄军士兵在碉堡中被乌军无人战车攻击后投降，整个受降过程完全由无人系统执行，并将俘虏押送至乌方控制区域。这一史无前例的战场场景标志着未来战争可能不再需要前线人类士兵直接作战，人工智慧和自动化作战系统正改变战争形态。另外，乌克兰空军 F-16AM 战机最新部署已确认携带4枚 AIM-9LM 响尾蛇导弹，这标志着西方主力空导弹已全面融入乌军体系。外界普遍认为，这与川普政府的支持有关。最近乌军装备了一种新型 5.56 毫米反无人机子弹，专为 M4 CZ Burn 等北约制式突击步枪设计，能在50米内拦截低空无人机。这一轻便武器将极大提升基层士兵的反制能力，目前正加速量产，力求实现人手一匣。而在俄本土方面，乌克兰的远程打击也在不断深入。13日晚，乌方无人机空袭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科斯托沃炼油厂，成功命中目标，引发剧烈爆炸。事故造成当地大面积断电，多个城镇都能听到爆炸巨响。现场画面显示，至少2个200立方米的储油罐和一座沥青生产设施被完全摧毁，火势至今仍未完全扑灭。与此同时，乌军还袭击了西西伯利亚一条年输气量达2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管道，目标直指俄罗斯军工能源供应线。在泽连斯基不断强调将在俄本土持续开展不对称作战之后，乌克兰正密集投入无人机、导弹与地雷等低成本高杀伤的战术工具，在正面战场和后方纵深同时对俄罗斯形成压力。另外，象征意义极强的克里米亚大桥也疑似再度遭到乌克兰远程打击，桥梁支柱出现明显烧灼痕迹，尚无俄方通报具体损毁情况。克里米亚大桥曾是俄军南线补给的核心通道，如今随着乌克兰远程导弹能力提升，该桥已成为乌军攻击重点。此外，乌克兰快速侦破了安全局上校伊万沃罗尼奇在基辅遇刺案，凶手被确认来自俄罗斯情报系统，由乌安全局局长马纽克亲自部署击毙。沃罗尼奇生前曾主导多项跨越情报作战，尤其是对俄军高官的打击行动，其死亡一度引发乌方震动，如今成功复仇，具有象征意义。在技术与情报双线发力的背景下，德国也宣布将支持乌克兰发展本国的拦截型无人机系统，外界普遍预计型号为 VB140 火烈鸟。德国提供的远程导弹预计将在7月底运抵乌克兰，配合乌军目前的反后勤战术，俄军本土与前线压力将持续上升。在俄乌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之际，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出现明显转向。新任总统特朗普首次正式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释放出可能进一步援助进攻型武器的信号。据路透社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称，特朗普正在评估向乌克兰提供覆盖莫斯科的远程导弹选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陆军远程精确打击导弹 PRSM
以及杰森姆1-2远程空射导弹。目前虽然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已引发广泛关注。特朗普在随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将提供现代化的防御装备，但资金来源将主要由欧盟承担。他强调，这不是无偿援助，而是美国对欧洲盟友的军事商品出口。泽连斯基方面则已正式向白宫提出采购10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请求。与此同时，美国驻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也已抵达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耶尔马克就武器交付、防空合作和制裁策略展开会谈。据悉，他将在基辅停留1周，立即协调美乌下一步战略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后发文称，双方围绕加强防空、扩大与欧洲的联合军工合作以及对俄新一轮制裁达成初步共识。就在会后不久，基辅再次响起俄军空袭警报，这也使得强化防空系统成为乌方当前最紧迫的优先任务。而就在此时，有关特朗普可能动用更强硬手段制约俄罗斯的消息也在升温。据 CBS 报道，特朗普正在研究动用此前被冻结的50亿美元俄方资产，将其转为对乌援助资金。虽然白宫尚未证实此事，但其动向已引发市场与国际观察者关注。7月13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接受 CBS 采访时放出强硬言论，声称关于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游戏即将改变。他强调，在未来几天内，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将创下历史纪录，普京将为玩弄特朗普而付出代价。格雷厄姆言辞激烈地表示，美制武器将以创纪录水平流入乌克兰，我们将让普京坐到谈判桌前。格雷厄姆是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同时也是共和党内著名的挺乌派。然而，他的创纪录援助说法仍被认为存在夸大之嫌。按照目前情况来看，20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预算中并未列出对乌克兰的专项资金，而特朗普政府目前手中能动用的仅有拜登执政时期预留的38.6亿美元总统提款授权资金。相比拜登政府所批准的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要打破历史记录难度显然不小。尽管如此，格雷厄姆透露，美国政府正在重新评估对俄政策，特朗普时期对俄敞开大门的所谓魅力外交策略可能将走向终结。国会也正在推动一项重大制裁方案，计划对俄罗斯及其主要能源贸易伙伴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实施高达500%的惩罚性关税，意图从经济上切断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来源。他称这是一种外交锤子，将精准打击俄罗斯战争机器背后的经济支柱。另一方面，在拜登政府离任后，美国已不再主导对乌援助，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接棒。德国正日益成为乌克兰第1大援助国，也借此机会在欧洲大陆政治、经济与安全事务中扮演更强势的领导角色。7月14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前往华盛顿，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举行就任以来的首次高层安全会谈，议题涵盖乌克兰军事援助及北约战略协调。此次访问不仅意味着德美安全合作的重启，也将为欧美联合援乌计划提供新支点。尤其是在特朗普提出由欧盟买单、美国供货的思路下，德国的角色愈发关键。总体而言，美国的援乌政策虽未完全回归拜登时代的无偿军援，但特朗普政府的实用主义调整正逐步展开。爱国者防空系统几乎已成定局，是否进一步提供进攻型远程导弹，将是下阶段的核心看点。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也在进行一场政治高层调整，进一步强化对美外交布局。乌克兰国家电视台13日晚间报道称，总统泽连斯基已决定任命现任第一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的尤利亚·斯维里登科为新任总理，双方将于7月14日就内阁组建展开会谈。这位新总理年仅40岁，代表了乌克兰战时政府的新生代力量。现任总理什梅加尔将转任国防部长，现任防长乌梅罗夫则被派往华盛顿，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这一人事安排释放出强烈信号，
乌克兰正前所未有的重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尤其是在川普重新掌权，态度逐步转向出售高端武器援乌的背景下。此举也意味着，曾在2023年因安排泽连斯基视察宾州兵工厂，被指为民主党站台而广遭共和党批评的现任驻美大使马尔卡罗娃将被替换。当时的活动引发共和党众议长约翰逊强烈不满，指责其有违外交中立原则，甚至要求其立即免职。如今由国防部长转任驻美大使，这不仅是一次职位的转调，更是一种对美国军援系统直接对接的策略部署。乌克兰显然意识到，要赢得这场长期战争，仅靠前线不够，更要精准经营与美方尤其是共和党高层的关系。7月11日，一架安124鲁斯兰重型运输机从基辅起飞，成功降落在德国莱比锡。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非战斗军机出现在乌克兰领空。消息一出，俄罗斯媒体与多位军事评论员集体震怒。这不仅是一次飞行，更是乌克兰军工体系强劲韧性的象征。该架安124曾在战争初期就完成组装，但始终未获认证。在基辅滞留期间，它多次遭遇俄军空袭，却奇迹般的幸存下来。经历3年维修与审查后，如今正式具备飞行资格，并完成首航，堪称乌克兰空中运输力量的一次重生。安124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现役运输机之一，最大载重可达150吨，仅次于已被摧毁的安225梦想号。此次加入安东诺夫航空公司后，它将执行多种高难度运输任务，包括投送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超重装备，成为乌克兰战略后勤体系的关键支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机身上涂有醒目的标语 Brave like Irpin， 像伊尔平一样勇敢，象征乌克兰人民在战争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不是乌克兰近期获得的唯一一架安124。早前，加拿大政府依据本国立法，正式将一架自战争初期就被扣押的俄罗斯安124充公，并移交乌克兰。这架飞机原属于俄罗斯伏尔加蒂涅伯航空公司。2023年8月，乌克兰高等反腐法院裁定其资产充公，乌克兰司法部随后将裁决转交加拿大，加拿大检方已正式向法院申请处理程序。这标志着乌克兰在法律战线同样取得突破，加拿大也成为首个通过立法，允许将冻结俄国资产用于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随着俄乌战争持续推高欧洲安全危机感，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原定于2030年实现的国防预算翻倍计划提前至2027年完成。这意味着法国将在2年内把军费增加到640亿欧元，较2017年的320亿翻了一番。马克龙在法国国庆节前夕强调，欧洲正处于自2战以来最动荡的时刻，面对俄罗斯威胁、恐怖主义扩散、网络与太空战等新型挑战，欧洲必须强化自身防御，摆脱对外部安全的依赖。他呼吁，我们的自由从未如此依赖于当下的决定。为应对这些多重威胁，法国计划大力投资弹药储备、无人机、防空系统、电子战与太空武器等领域，同时提升国家安全动员能力。他指出，每个人都必须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事实上，法国并非孤立。近年来，英国、德国等国也相继上调军费，柏林更创下史上最高国防预算，欧洲防务格局正在加速重构。法国方面则更希望借此强化其在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马克龙多次提出为欧洲提供核保护伞。不过，团结之下也不乏分歧。斯洛伐克总理菲科近日表示，愿意支持欧盟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但前提是解决本国能源依赖问题。长期以来，斯洛伐克与匈牙利对俄态度温和，在欧盟内部形成阻力。然而，从大局来看，这两国的立场仍难以撼动欧盟对援乌制俄的主流共识，反而正逐渐
被边缘化。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内也将迎来新一轮政府重组。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提拔第一副总理斯维里登科出任总理，现任总理什米加尔则可能接任国防部长。现任防长乌梅罗夫则被传将出使华盛顿，借助其在美方的人脉资源，进一步协调对乌军援。从法国军费暴增到乌克兰政坛换血，再到欧盟对俄施压持续加码，一幅全新的欧洲安全图景正在成型。而欧洲自由的未来也越来越取决于今天的战略抉择。近日，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伊朗马什哈德机场在3天内接连发生2起爆炸，远处浓烟滚滚，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多方分析认为，这极可能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定点清除行动延续。与此同时，俄方一架运输机疑似在伊朗降落，卸载军用物资，也被摩萨德盯上，局势更加扑朔迷离。此前，德黑兰西南部库姆市一栋住宅楼发生爆炸，疑似针对伊朗卫队指挥官的打击。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亦日益加剧，成功消灭哈马斯海军部队6名核心将领。整体来看，无论是加沙地带还是德黑兰周边，伊朗与以色列间的紧张态势持续升级，冲突风险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访问亚塞拜然，并与阿利耶夫总统会谈。值得关注的是，叙利亚方面首次与以色列展开正式会谈，双方探讨了包括可能达成安全协议、叙放弃戈兰高地、黎巴嫩真主党武器控制以及共同应对伊朗威胁等议题。以色列或将在大马士革设立协调办公室，但短期内不会正式建交。此外，德国已向联合国提出请求，要求于7月15日启动针对伊朗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德黑兰的压力。对此，伊朗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发出警告，称欧洲将面临不安全局势，甚至预告或将发生无人机袭击。若德国的制裁请求得以实施，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将进一步升级，区域局势恐将更加紧张。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